Hello，大家好，这里是 Work Life AI Lab。在上期的影片中，我们介绍了如何透过 prompts 控制 Midjourney 生成的图片，并讲解了如何产出具有细节与纹理质感的产品图。这一集我们将深入探讨 Midjourney 的两种主要模型，并重点介绍几个关键的 parameters 后缀参数，帮助大家更精准的调整图片的风格与细节。首先，我们来聊聊 Midjourney 的两大模型 V 系列以及 Niji 系列。首先是 V 系列，是由 Midjourney 自家研发的，目前已经发展到 V6.1 这个版本。它非常擅长于写实的风格，适合生成拟真的照片、风景、动物、产品图等等。而 Niji 系列这个款模型是由 Midjourney 与麻省理工团队 Spelled Bush 共同开发的，专注于二次元和插画风格的创作。目前的版本是从 Niji 4到 Niji 6。模型的调整，大家可以从斜杠 setting 里面找到自己的 default 模型，或者可以运用后缀参数的方式调出这两种模型。接下来我们将实际演示使用相同的 prompts， 在不同的版本与模型下生成图片，看看它们之间的风格差异。好的，那本堂课呢，我们都统一用 A cute golden retriever running in the park 这一个 prompt。这个 prompt 有主词、动词，还有一个场景，附加一个 sunshine 跟 autumn。好，那另外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小技巧，就是如果想要用同一套提示词同时产出不同的效果的话，其实可以用杠杠 V， 然后大括号。但是这个时候大家要记得，我每次在这里的时候，有时候会产出失败，原因就是因为忘记加空格了。所以杠 V 之后呢，加个空格，然后我希望同时产出版本5、6跟6.1这三个版本的图片进行比较。enter 完之后呢，他会问说你是否确定要用这样的 template 生成3个图片，然后我说是，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等待图片的生成。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就是3个版本产出来的图片，效果其实都非常的不错，可是我们可以细品一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6.0 版本的狗狗，其实它毛发、细节、光影的效果、场景的层次等等都不错，相较于这个是 5.2 的版本，然后另外还有 6.1 的版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尝试看看不同的版本所展现出来的效果。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用 Niji 这个模型产出的狗狗，同一组提示词它会产出什么样子的效果。好，我们一样运用刚刚所学的方法，用大括号的方式同时生成5跟6的版本。好，因为刚刚电脑有点 delay， 所以我们同时生成了3个版本，分别是4。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Niji 4，它这个版本好像说它插画吗？还是略带有点写实？然后再来是 Niji 5，这个开始就有一点插画风格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Niji 6，Niji 6这个又从插画风格中又带有一点水彩的风格，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大家都可以多方尝试看看。好的，了解完模型的选择之后，接下来我们再介绍几个比较常用的后缀参数。完整的参数可以参考 Midjourney 的官方网站的说明书，我们也会放在影片下方的链接提供大家参考。那么第一个我们来介绍的就是杠杠 AR 这个参数。这个参数我们之前的课程中也有多方提到过，可以调整产出图片尺寸比例。预设的情况下 Midjourney 会生成一个1:1的正方形图片，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杠杠 AR 的参数来修改图片的比例。好，我们用同一组提示词呢，后缀参数我们要用大括号生成3种不同比例的尺寸，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好的，第二个我们要来介绍的后缀参数呢是 Chaos 这个调整变异度的参数。这个变异数的参数其实跟后来我们等一下会介绍的 S 有点不相同，它是会调整的是我们生成图片的4张图的变异数。如果 C 的值越低呢，我们生成的4张图片会越相近；如果 C 的值越高，我们生成的4张图片风格会非常迥异。好，接下来我们用同一个提示词来看看，如果 C 0跟100的话，这2只狗狗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C 100的情况下，同一个提示词可是生成的是4只截然不同的狗。那如果是 C 0的情况下呢，这4个狗狗的图片、光影、背景等等都非常相似。好，第3个我们要介绍的后缀参数是 Stylize 这个后缀参数，它可以调整画面的艺术风格。根据 Midjourney 的官方文件中展示说，如果越高的 S 值的话，可以给予 Midjourney 更高的自由度去诠释我们的 prompt 词，让这个画面更具有个性化。那 default 的 S 值是100，
它可以调整的范围是0到1000。不过我们实际用同一组 prompts 做测试呢，一组是0，一组是1000。我们发现说展出来的狗狗的效果呢，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0的 S 值是0的这个效果，那另外一张呢是 S 值是1000的效果。那这两只狗狗大家觉得有什么差异呢？我自己感觉是 S 值1000的这只狗狗，它的画面精细度比 S0的这个效果要好非常多。但我当初不太明白说这个跟艺术性有什么相关，所以我又回去查了一下它官方文件的案例。那它的案例呢是用一个 children 他画一只狗，那我们这是用一个 children 他画一只猫来看看。大家可以看到说 S0 的情况下，他画的是一只非常简单的猫，可是 S1000 的情况下，他画的是一只非常精细的猫。所以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 S0 的话，他就是一个初学者的画家，那 S1000 的话，他就是Pro 级的画家，所以他在各方面的着色、光影以及设计构图等等的话，都比 S0 要好。那反馈回来，我们回去看那两只狗狗的照片的话，也可以发现说 S0 的情况下面，它的画质跟画风、光影各种等等的话，跟 S1000 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使用途径多尝试看看不同的 S 值。第四个我们要来介绍 Quality 的话是控制影像的细节和处理的时间。在 Midjourney 里面 V6.1 的版本可以选择3个数值，分别是 0.5， 预设值的话是1，以及最大的 Quality 值是2。在 V6 跟 V5.2 以及逆奇5的版本里面，最小值可以设定 0.25， 最大值可以设定到1。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实际的操作。用同样一组狗狗的提示词看一下，在 6.1 的版本中 Quality 值分别在 0.5 以及1跟2之下的 Quality 的影像生成的图片的比较。那首先最先跑出来的图是 0.5 的这张图，那可以看到其实清晰度上面的话，好像我如果没有比较还看不出有什么差别。接下来看一下预设值1的情况，那就发现可以跟刚刚 0.5 的比较1会比较清楚。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大值是 Quality 2的情况，可以看到它的背景非常的清楚跟清晰，而且多了不少细节。我们现在再回去用 Q0.5 跟2做成比较的话，就可以发现说 Q2 的图片有许多细节的提升。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调整电图的权重 IW 这个功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节课我们有提到图片加 prompts 的写作方式，能够让新产出来的图片具备原本提供图片的特征。但要如何让新产出的图片越贴近我们提供的原图呢？那就是用这个 IW 功能来进行控制。在 V6.1 的版本跟逆奇6的版本的时候，权重可以从0调到3， V5 的版本的话则是0到2。那我们接下来实际看一下，我们从刚刚产出的黄金猎犬的图里找一张图，作为我们的原图代表，然后分别产出3个不同的权重，看看3张图的效果。好，然后我们现在用 Image Prompt 这样先添加一张原图的连结，然后一样要给它一个提示词。那我们的提示词的话，就做一个非常简单，就是 A Golden Retriever running in the park。 另外我们就不要再加上一些什么 autumn shining 之类的词，那我们让它自由发挥一下。可以发现说 IW0 的情况下，虽然有原图的特征，可是跟我们的原图好像不太相同。那在 IW1 跟 IW3 的情况下已经难分高下了。可以看 IW1 的情况下还是有些不同，草地的颜色有些不一样，但是 IW3 的情况下几乎跟我们的原图非常的相似。所以如果未来想要运用如果希望产出来的图片跟原图尽量相近的话，那 IW 值可以调高一点。最后呢，我们要讲解与 IW 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 Character Reference 角色参考功能。可以分成2个部分来说，一个是-craft 是角色参考。当你提供一张人物的角色图片的 URL 之后， Midjourney 呢会识别该角色的特征，并运用在新场景的
prompts 上面，让角色保持一致性。当加入照片之后，后面再加入-CW， 这个是控制角色的权重。一般预设值是100，会保留最多的脸部妆发细节。而 CW0 的话，主要是关注角色的脸部细节，而忽略了其他服装、服饰等等。好，那接下来进入到实作环节。因为之前的话，我们都是用黄金猎犬的案例，但因为这个 characteristic reference 的话，我自己觉得是有一个人物角色的话会比较明显。那这次我就上传一张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名画，戴着珍珠耳环的少女。另外呢，对这张名画做一些人物细节的 prompt 词，例如说一个少女戴着白色的耳环以及蓝黄色的头巾，坐在咖啡厅。好，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要用 craft 的话，如同刚刚所说，要先有一个 prompt， 然后再来空格-craft， 然后加入我们这一张图片的 URL 连结。那要控制这张图片的权重，要在尾缀加入-CW。那我这次呢，就尝试用一个 CW0 跟 CW100 来做测试。好，看得出来它好像是做出了一个写实的风格。然后 CW0 的话呢，它是把头巾整一个都替换掉了。可是 CW100 的话，感觉出来它是有比较参考符合我们的原图。但因为我们一开始预设的模型是 V6.1 这个版本，硬生生的将历史名画里的角色拟真化了。我们接下来试试看用 Niji 的版本，看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用刚刚一样的 prompt 词之后接-CREF， 之后再空格接一个图片的 URL， 跟刚刚是相同的参考图片。那我们的模型呢，就选用 Niji 6。那 CW 的话，我们一样设定一个0跟100，看看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好，我们可以看到 Niji 版本呢，就明显感觉就是比较插画风格了。但是这个 CW0 的感觉跟 CW100 的感觉还是差蛮多的。我们把两张图放在一起比较看看。这里的差异就非常大了，可以看到 CW0 的话，不管是在服装跟人物表情还有动作上面，其实跟原图的差异度差得非常多。但 CW100 的时候，它在服装的还原度，还有人物脸蛋的表情，特别是24张图的话，都与原图非常的相近。好的，这就是今天影片的介绍。这一集我们深入介绍了 Midjourney 的两大模型，一个是 V， 一个是 Niji，并解析了几个关键的 parameters， 透过实际的展示它们如何影响最终的图片成效，特别是最后介绍的 IW 以及 Craft 这两个参数，能够帮助大家更精准的调整图片风格与角色的一致性，提升创作的灵活度。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未来我们会持续更新与 AI 绘图有关的教学影片。我们下次见。